终于来了，如你所愿，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。我师兄上孤刀的尸体在哪里？想知道，赢了我再说。 这个人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喜欢当英雄。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。带他们来送死的滋味如何？我赢了！上古岛的尸体在哪儿？哎，那日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传说那李相夷是中了金渊盟的圈套，被人下毒啊！
过，金渊盟没多久就被四顾门铲除了。但这个四顾门啊，随后也四分五裂，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。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？天下第一怎么会死？李相夷肯定还活着，他的剑那么快，肯定能一剑杀死狄飞升。不对，肯定是大魔王用快刀把他杀死了。恭喜你啊，有喜了！你神经病啊！我能怀什么？我是来看我的腰，腰！哎呀！虽然你伤的是腰，可人家街头王娘子伤的是心啊！哎，我来看腰，和王寡妇有什么关系啊？别乱动啊！我也奇怪，王娘子她为何把你的腰打折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面上生疮，舌苔厚腻，必是急火攻心所致啊！但你店里生意兴隆，你老婆笑容满面，可见问题不是她。你说你的腰是从隔壁村拉猪回来扭伤的呀？但这上面分明有洗衣锤留下来的八角形淤痕。你一个卖猪肉的，从领子到鞋脚都干干净净，还透着皂角的清香。哼，这巧了，街头王娘子啊，就是洗衣为生的。好了。王寡妇做生意，我照顾她生意不行吗？那当然可以了。从隔壁村拉个猪仔回来不过10里地，这路程这么短，有必要路上停下来洗个澡还吃一顿吗？是这种八珍养胎饮吧？哼，桌子底下放着送子观音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拜。你是想要孩子又不想去负责，难怪被别人一脚给你踹出来。好了，5两银子，每人付1次。你抢劫啊！这几副膏药5两银子，不想要，行，不想要没关系，我找你老婆去要啊。哎，别，我要，要，给你，给，谢了啊。走了。这块肋排不错，肥瘦相间，晚上可以做个好菜。呸！你这个痨病鬼，你半夜咳的，整条街都能听得见。你扣那些银子，你是该去棺材呀，你还是去投胎呀？啊！我可以给狐狸精养老啊，是不是啊，狐狸精？你就是神医李莲花？谁？神医李莲花？不是啊。哟，李神医，你回来了。去年3月，是不是你在益州铁甲门将气绝的施家3公子施文觉救活了？哎呦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记性不大好，这好像可能又不是我。我要你帮我治一个人，一个死人。大哥，街头左拐8里地有一家义庄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我觉得你把这位仁兄给烧了吧，等他来世投胎再相逢比较快。哦，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街头王铁匠还等着我去正骨呢，先走了啊。百川院武训开始。
3院武士，少爷好棒！结束。恭喜你们5位通过了辩院、衡察、武士3项考核，成为今年百春院新招收的刑探。其中，今年考核的甲等，就是这位袁健康袁少侠。承让，承让啊！袁健康，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授刑牌。等一下，把你的面具摘下来。不是先发刑牌吗？要做刑探，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方头饼，是你。4位院主，又见面了。哎，嘿嘿。嗨，我就说听着耳熟吗？还什么袁健康，不是方多病吗？差点让这小子给混过去。不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我为何不能来？我连着考了3年，最后却总被你们找理由刷了下来。这次我化名起来考了第1，几位前辈总该没话说了吧？你爹娘知道你来这里吗？方尚书和何庄主寄来一封信，墨还没干呢。若让吾儿进入百川院，就把百川院拆了，盖猪圈。你是方家和天机山庄唯一的一根独苗，我们百川院当然是不怕事儿，但是也没有必要找事儿啊。行了，把少爷绑了送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是李门主叫我来的，难道连李门主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？李门主，这把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，这上面的字，你们总该认识吧？你师父是？没错，我师父就是响当当的李相夷，而我就是你们门主的亲传弟子。李相夷有一把天下至刚的少师剑，但鲜少有人知道，他还有把至柔之剑，叫文锦。我师父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拔过文锦，天下人知道有这把剑的，应该不超过5个，而我见过。难道你真的是门主的徒儿？我都说了，都是自家人，我怎么可能欺骗你呢？哎，这下可以收留我了吧？可是我，哼。当年司古门有难，百川院把这片土地都押给了我娘，这是契约，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师父的百川院给我娘拆了当猪圈的。这既然是门主的遗命，这是师命，不是遗命。我师父只是失踪，他没有死。啊，所以，我想留在百川院，等我师父回来，重振司古门。少爷，这次成功了吗？哎，幸好舅舅告诉过我一个李门主的秘密，要不然就差点混不过去了。哇，少爷，你可太厉害了！不过，夫人若是知道你装病敲了会试，来这里考百川院，她会不会打断你一条腿啊？还有少爷，如果老爷知道皇上指了婚，要少爷为当朝驸马爷，而少爷又恰好偷听到逃婚了，那会不会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？你们1个、2个
就不能盼你们家少爷一点好吗？放心吧，等你们家少爷成为名震江湖的刑探之后，他们就会知道，这比起庙堂，我还是更适合江湖。那少爷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加州。灵山派的掌门人王青山前几日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说在加州城内发现了金渊盟的联络暗号，怀疑加州还藏有魔教的余孽。我们本来打算要派人去调查，可是刚才传来消息，是王青山已经死了。这怎么死的？蝉蜕登仙。这灵山派历来修长生术倒是不假，可这登仙的时间未免也太凑巧了吧？我这就去加州调查清楚。客官，这边请。客官，吃点什么？啊，一切从简吧。那就每样都来一份吧。哎，得嘞，客官稍等啊。给我老实点，进去。哎呦！他娘的，敢耍老子！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，行卦就行卦，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，日日叼来下钱。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？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？哎，你说的对，这畜生呢，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呀，还比人讲道理多了。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，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，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！哼！非逼我动手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停在后面，抓了一位郎中回来，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。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，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，得让他家狗叼出上签才够。这人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？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人若不讲道义，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？臭小子，你什么来路？竟敢管烽火堂的闲事？我是什么人？百川院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，在下不知，多有得罪。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，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？以多欺少，不公；以有武欺侮，不义。这不公不义之事，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遇一件管一件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兄弟，你是刑探是吧？那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的正好。他们杀了人。杀了人？杀了什么人？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！快说，什么案子？我们杀的都是该杀之人，只是不该在此刻死，对吧？啊！你说几刻死就几刻死啊？阎王殿是你家开的呀？你干嘛？哎，你看，还瞪我呢。好了，别说了。这人在哪呢？带我去看看。神通妙手空空，是他。灵儿，
这口鼻冰冷，气息全无，毫无脉搏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至于这死因嘛，大概就是你这流星锤了吧？少侠，他偷了我们烽火堂的镇堂之宝，这贼人可是少林俗家弟子，练过金钟罩，不可能就这么死了。对啊，既是如此，那和这位大夫有什么关系呢？人是他杀的？不是。东西是他跟妙手空空一起偷的？也不是。那既是如此，为何要为难这位李莲花？啊，李莲花大夫呢？说得好，小兄弟。难道我们的东西就这么白丢了？你不是刚杀了一个人吗？他拿你东西，你要了他一条命，这说起来还是他比较吃亏呢。你们原本有机会找回失物的，可惜，下次动手之前掂量掂量，谁的命都挺贵的，杀了总得付出代价吧。这具尸体我会留下来通知百川院，至于怎么处置，也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。李大夫，哎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少侠。哎，他不能走。兄弟，我们丢的可是镇堂之宝，这家伙是唯一能拿回来的希望。铁甲门施文觉，铁骁大侠，都说这个叫李莲花的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，他们绝不会撒谎。哼，但是我只记得，我好像给他们开过一些什么风湿膏药吧？可我这个膏药，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啊！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能医死人肉白骨这种骗小孩的话本，你们也相信啊？就是嘛。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死回生，我跟他信。怎么？不服是吧？13年前，朝堂与四顾门有约，百姓之事归衙门管辖，江湖恩怨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。你们几位是连百川院的裁决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好，今日之事，我们烽火堂绝不会就这么算。走，走。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啊！只不过少侠，现在他们应该……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。今夜便跟我宿下吧，明日一早送你出城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只不过我的这个盘缠，所有花销包在我身上。真义气。少爷，点心粗笔，我再去准备几份。实在是多谢方少侠。哎，李兄无需多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方啊？敢将方尚书的独子招入麾下，佛比白石的胆子真是不小啊！你认识家父？哼。方少侠，你这根剑穗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它应该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寒生烟。去年呢，锦的一块，在富裕楼标出了天价，被天机山庄拍得。方少侠的名头说出来，可比邢探好使多了。没想到李兄虽然不会武功，这眼神倒是不差。哎，行走江湖，我本来不想太招摇的。方少侠，你应该是刚刚入的百川院吧？没错，从小便立誓，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加入百川院，重振四顾门。所以，我也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方相之子。我只希望别人记得我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川院刑探。好志向，我就喜欢你这一腔热血的少年啊！看来我们俩真的非常的投缘。来，敬方少侠，敬百川院。来，荣幸，干杯！干杯！
哎，对了，方少侠，不知道你怎么打算处理妙手空空这个尸首？我一会儿就飞鸽传书给百川院，让他们派人带回去。对了，李兄，我倒是有一事好奇，为何烽火堂的人一口咬定你曾经将2个死人救活呢？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。哼，哎，这世上呢，当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了。因为有时候，死人未必是死人啊。李兄，你这是何意？这茶水，这么多年没遇到刑探，没想到遇到第一个刑探，就是你这么一个生瓜蛋子。百川院可真是1年不如1年。你到底是谁？唉，这看在你出手相助的份上，我就多跟你说2句。你刚下山时呢，就犯了刑探的第1个错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该打。这第2个呢，就是验尸不专业，还是该打。唉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个刑探真的不适合你，玩2把就回家吧。哎，对了，还有，出门还带着丫鬟和仆从，真是太不招摇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起来吧。姓李的，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？你知不知道这归西宫最多只能撑3天啊？声音小一点啊！这烽火堂的人下手也太狠了，差点真的把老子给打死了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，还不赶紧走？好，走。快！你来花人呢？我的人刚查出来，他和妙手空空早就认识，他分明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找到他。老大，不好了，棺材里的人不见了，还不快追！哎，你倒是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哎，花花，准备的挺周全的。站住！别跑！走！哎！撤！小子，你之前说什么来着？假使这位兄弟真能起死回生，你跟他姓？哼！此事我定要向百川院讨个说法。走。李莲花。哎，花花看到没有？刚才那个刑探的脸真是臭极了。我欠你的人情清了清了。这烽火堂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坐山贼起家，5年前强行借走了施家的秘诀，据为己有。没办法，只能找到我给他偷回来。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啊，这场戏。我的东西呢？对，给。哟，说来你这个人还真是奇怪，说你抠吧，我要分你1半银子，你不要，只要这10铺和5两银子。说你不抠吧，谁要是欠你3文钱，你也得追到天涯海角要回来。我的诊费呢，也就是5两，多1分不要，少1分不可。这个呢，是我师傅私藏的菜谱，也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到别人的手里。嗨，我就好吃这一口呀。你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，也看不出有半点功夫。轻功还可以，
你师傅是谁？你也别研究了，我只不过是一条孤魂野鬼罢了。哎，李莲花，你是不是在找金渊盟的人呢？职业习惯嘛，一时好奇。再说了，就把你这个人全身上下翻个遍，也翻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。哎，告辞。加州灵山道场，说不定有你要找的人。灵山派。少爷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咱们这常在江湖行走，偶尔失了脚也是常有的事嘛。就是没想到那个人长了一副人畜无害，谁知道是只老狐狸呢？少爷，不然咱们还是回庄去吧。你记不记得庄主说，你要是敢加入百川院，我教你好看。我娘每次都吓唬我，哪次让我好看了？其实少爷，我才发现咱们这次带出来的所有银票都作废了。什么？掌柜让咱连夜就搬出去，可是你知道的，咱们住惯了上等厢房，可真不能在外面露宿街头。不行，既然下定了决心，岂能这么容易铩羽而归？我们先去加州把正事办了。拿去，当了花些钱回来。李莲花，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，方能出我这口恶气。兄弟，问一下，这加州城灵山派怎么走？你要去灵山派？你这年纪有些大了吧？哦，那边好多要去灵山的，你去问问吧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听说灵山派要找的这个人，是他们门派掌门的继承人。要我说呀，如果能找到这少年的话，那这个少年能继承灵山派全部的财产。哎，你说哪家孩子能有这么幸运呢？丙申年4月初6生，莲花痣。王福，你这是要干嘛？少爷，我就是4月初6的。你看这个痣像不像莲花痣？王福，你这都多久没洗脚了？我看你脑子才有颗痣吧？这种事儿你也信？王福，阿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到处找你。表哥，那告示你看没有？那分明说的就是你啊！走，跟我去灵山派。等等，什么表哥灵山派的？把话说清楚再走。这灵山石童的事情一出来，我一想，这不就是我们家旺福吗？我赶紧去山庄找你，山庄的人却说你跟大少爷跑出来了。幸亏叫我在这儿遇到了你。我们来也正是为了灵山派掌门登仙之事，你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吧。这灵山派主要是风水玄门宗派，信徒众多，所以也富得流油。当然，跟方家大少爷您比，那是比不了的。但是在咱们当地啊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但是这灵山派啊，不能娶亲，一旦掌门没了，那也就只能失踪极徒了。不过7日前，灵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当众蝉蜕登仙了。师傅，该开坛了。不慌，诸位信奉我灵山派已经多年了，今日唤诸位前来此地，并非为了宣法，而是跟诸位有缘人道别。本尊受天神指点，修得3花聚顶，武气通元，将撇下这尊肉身离去，留下金身护体。日后见金身，如见本尊。恭送掌门蝉蜕登仙。事情
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这么死了，成了金山，千真万确。阿福，这就是命啊！你说打小你爹抛弃了你们娘俩，你娘又早逝，表哥本以为你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命苦，可谁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咱们呢。这件事听起来这么热闹有趣，看来本少爷是非去不可了。啊，不是，轻点！哎呦，怎么这么粗鲁呢？还不快滚！虽然你们掌门死了，但他欠我5两银子总得还了吧？你是他徒弟，把账给我结了。滚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们掌门相识一场，我进去单独拜一拜他，不可以吧？你不走是吧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别下来啊，我走。好巧啊，李神医，还以为找你需要很久呢，没想到这天道好循环，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很巧啊。哎呦！内里虚空，丹田无力。哼，你当真不会武功？身体还很差，经不住拷打呢。可你害本少爷在烽火堂面前丢尽了百川院的脸。你放心，我方多病是不会对没有武功的人下手的。你不是很能说吗？不是有很多关于佛比白蛇如何训练刑探的意见吗？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3寸不烂之舌能不能逃得过百川院的牢狱之灾。小兄弟，这百川院就免了吧。其实呢，我也就是帮了个忙，收了5两银子出着，也罪不至此啊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，其实就是这个妙手空空，他归西宫对吧？哼，没错啊。哼，本少爷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事。那天我整整想了一整夜，你到底是如何搞的鬼？哼，终于让我想明白了。小兄弟啊，你还真有点东西啊。看不出来，你的见识也不少。如今这个归西宫啊，也就只剩一脉了，一般人是真看不出来。我聪明，我知道。哎，跟我走。等等，小兄弟，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，那一定很清楚，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。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，我可以帮你断案，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，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。哎，哼，我封住这2个穴，寻常人根本解不开。你休想要逃。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，我自己会查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。跟我走。等等，小兄弟，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，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。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，我可以帮你断案，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，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，对吗？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，那你应当有自己的刑牌呀，是吧？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？啊？下次啊，注意遮挡点。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，你鞋袜干净整洁，可现在却蒙灰深沉。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，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，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？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，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，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。那百川院呢，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，佛比白蛇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，于是你想了个办法，就和百川院佛比白蛇打了个赌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。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，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了，所以你才来这里的，对不对？
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？你也参与其中？你忘了，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，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。只不过呢，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，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，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，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。你想一想，连5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，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？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破案，你放我走，如何？谢谢你提醒我。没错，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，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。哎，哼，我封住这2个穴，寻常人根本解不开。你休想要逃。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，我自己会查。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！走！你连起死回生的不信，还信活人化金身还魂成灵童啊？你再啰嗦，小心我点上你的哑穴。少爷，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。小丫头，我从未说过自己是神医，又何来假神医之说？别理他，李二。周望福呢？哦，刚验过护贴和其他的，剩余符合的还有5个人呢。走，咱们快去看看吧。嗯。诸位乡亲，各位教友，仙师于本月初七蝉蜕登仙，留下真言，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，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识童大会。为了以示公正，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。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，包括3家分坛、400亩地，以及商铺12处。哇，旺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，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。鉴于师傅没有留下任何明鉴之法，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，在师傅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，磕头请求明示。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，那其他的灵童呢？危险！快停下来！快灭火！我们不是灵童，我们生辰作假了，不选了。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，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，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，这是一起人为的纵火案。你休得胡言乱语！这是我刚刚在玉磬里发现的火石，里面有引线，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，这才会着火。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，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，平时随意丢在库房，并无人看管。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？没有。
这个是磷粉呀，磷粉才会一点就着。哎，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。既然你说这是纵火，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厮安然无恙。那现在看起来，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。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？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，乃是百川院的刑探。我们刚到此地，也从未到过贵派，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？既然这一时半会无法自证，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，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，我们自然信得过他。但是这位旺福有没有和外面勾结，很难说。他留下，等识童大会结束，查明真相，再把他交还给你。等等，此事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，谁负责？公子有所不知，今日的灵山识童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，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！不行。哼，诸位莫急啊，我呢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当不当讲。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，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童的方法，这才引出了乱子。那不如呢，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，弄清楚他的想法，不就好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师父已经先去，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？三师弟，阁下又是哪位？在下李莲花，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名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大侠起死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！哈，正是在下。久闻大名，没想到在此处遇到了您这位圣手啊！你又要搞什么花样？你看，此事也并不简单，让我查出凶手，放了一马入伙来。不行。你还是百川院的刑探呢，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？啊！你看一看，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被烧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？再烧了，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神医好得多呀！哼！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乏术了，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。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？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，假冒师傅旨意呢？休得对神医无礼！我们信得过你，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。还有，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屋内。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，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。两位，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。说说吧，你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锹大侠和铁甲门少主，又是你耍了什么把戏？唉，这个铁锹大侠遇到仇家之后呢，不得已跳崖，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。你说这巧不巧？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，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。至于这个施文觉啊，这个人吧，一心想要考取功名，哼，却得不到家人支持。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，他假装自杀，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，我也没有拆穿他。这两个人呢，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就传开了。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这所谓的名声，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？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。一个人混江湖啊，总得有点长处。长处？你这叫什么长处？叫张大运还差不多。你也别不服气，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这话说的没错，有言在先，若我帮你这把，咱们就算两清了。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。哎，你不是眼神好吗？咱们俩打个赌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。
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还知道凶手是他3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。你凭什么？哎，你看啊，他这个手势眼熟吗？龟息功。不用探了。龟息功呢，最多撑3日，3日之后呢，需要在他的百会坛中穴上施上3针才可见效。此刻呢，都过去11日了，早就死透了。王金山施展龟息功假死，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。可那个人并没有为他施针，所以他就闭气而死了。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4个人之一。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，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。而这灵山派当中，只有这4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哼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。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。你没发现嘴唇的筋搏格外的厚吗？这是死前受伤了，所以凶手要用厚厚的筋搏掩盖住血迹。你把他背后的筋搏刮下来。你，帮你一次。难道是五毒掌？你认得呀？这五毒掌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的成名绝技。10年前金元盟被灭，教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，但还有些漏网之鱼。这星雷就是其中之一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竟然一直藏身在这。走吧，去掌门登仙的地方看看，或许啊，能找出其他的线索。为了破案，为了破案。这天际堂呢，基于设计，你应该懂得也不少。这次我考考你啊，这大变活人的把戏是怎么唬人的？哼。此处有暗格。果然，当日奔雷手事先在石板下藏好一个金身，等王青山在众人面前入定假死之后，趁乱将这王青山沉入内阁，用金身替换。但你别忘了，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算那手脚再快，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！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掌门画的金身。铜镜、金粉，我知道了。还行啊，不算辜负百川岳行探之名。哼。唉，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
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？来，看看。这不就是本《三字经》吗？有什么奇怪？你读《三字经》的时候多大呀？本少爷聪慧过人，3岁便熟读《三字经》，比我笨些的也就5、6岁吧。对啊，这王青山50有余了，怎么还会有本《三字经》呢？除非他有一个孩子，他想找的灵童不是16岁，而是6岁。这下就说通了。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，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，而是留给6岁的私生子，便只能用这个法子。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手给掌门出的，正好借此机会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和掌门聊一聊。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啊？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。小孩的签名，他既是私生子呢，不能跟他爹姓，那就只能跟他娘喽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有个计划，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，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？过来。你果然是个老狐狸，承让。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。王掌门的头七已过，魂魄离体太久，在下已经尽力了。今日午夜回魂一刻，在下做法之时，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。我与掌门对话之后，会把掌门的意思传达给诸位。玄宗万气之根，魂魄入体各归其位，请。大师虽已脱俗登仙，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，只为请教，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？明白了，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，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。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，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，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。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。在下已牢记，大师放心去吧。
烧掉了一半，只看到了一半，这到底是什么姓？这不就是鹤？我看得真真切切，是鹤。鹤。这是掌门昨夜给我的答案。有劳朴管家了。正确答案就是贺兰。原来当真是你，你就是那个天血灵童。我不是，我明明上面是……你明明交的白卷，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，对吗？对。这短短几步路，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？朴管家。啊！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，快拿出来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这都是他的猜测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再说了，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，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！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了？昨日的那张纸上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“鹤”字。是不可能，哼，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。一般人呢，看到烧掉的一半，也只会猜出是个“鹤”字。唉，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复姓贺兰呢？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，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，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。走。胡说什么？什么杀死掌门？什么情人？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灵儿，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，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，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。远远一看，他就成了金身。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，奔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。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，却把大家都给骗了。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？这都是掌门安排的，我只是照做而已，不能怪到我头上啊！唉，这个朴二华还在装傻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？还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啊？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，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，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。哼，我猜测这个王掌门呢，与这个贺兰烟女子有情，之后啊，便有了私生子。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，所以贺兰烟威胁要离开。可是青山掌门呢，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。便设好了一个局，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，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加州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，
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，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。这样能行吗？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，若不依她，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，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，要您退位，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，又舍不得儿子，于是你俩一起谋划，又留了劲，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。原本3日之后，掌门等你自学将他唤醒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。之后，你再以金帛涂身，掩盖你的五毒掌。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，是你杀了师父。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。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哎，王守庆，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？王掌门呢，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6岁的私生子，所以这个10字呢，与其他的字迹不符，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。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“其母姓贺兰”。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福表哥，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，无非就是怕这3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。你10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福，直到杀人灭口，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。你还真是个好爹啊！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，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。爹，真的是你吗？故事说得不错，可惜呀。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，是吗？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，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，于是连夜赶去他家，想除掉他们母子。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脂，一旦洗手，便会变成黑刺了。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嘛。为师父报仇！话这么多，送你去见阎王！你放到边。劳烦你们先看顾一下，我这就飞鸽传书，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要对旺福说的吗？这个废物，他也配！狗东西！旺福，杀人！别难过，等你长大了，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。啊，没事。哎，不用谢啊。什么不用谢？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。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？我感激你？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？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！声音小一点嘛。咱们下了山呢，就各走各路了，谁救谁重要吗？你怎么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，我先去取一下啊。哎，没礼貌！方少侠，我们有个不情之请。哦。
听说百川院188牢的滋味，可是不好受的呀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就放了你。抓也是你，放也是你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不是我想抓你，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。你的死活，我根本无所谓。说吧，你到底要什么？10年前，金元盟的三王杀了四顾门的单古道，还抢走了他的尸骨。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？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，你应当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？你是谁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。你耳朵下面有3个洞，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，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，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。碧茶之毒天下无双，无人能解，中者1个月之内骨节溃烂，皮肉脱落而亡。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，把毒逼出来，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1个月。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，除非你是那个人。10年，你还没有死。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句废话。百川岳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。你胆子变小了，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没有武功，你是武功尽失，李相夷。我猜对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，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。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，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的替他收尸。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，我看未必。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，可惜我帮不了你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自找死路。今天我就替盟主杀了你！李莲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你来得及时。让你勒我，都怪我太厉害了，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，竟让他死了。是啊，谢了啊。哎，李莲花，你不是去拿东西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走错路了而已。啊？哎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哦，灵山派那3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，说要请咱们吃饭，幸亏我来找你，这不，又救了你一命。谢了啊。哎，你不去啊？不了，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。狐狸精？盐调酒30元。饿了吧啊，狐狸精？坐好，来吃饭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！嘿，真可爱。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，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！哼，这就是莲花楼
这是什么呀？你还这里种菜呢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们两清了吧？就算是两清了，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？那本剑谱呢，本来就河南施家的，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了，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。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？他帮过我一个小忙，当年呢，我也有心计。他偷东西啊，偷到我家里来了，还喂了我一把药，欠人情总是要还的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啊！我不是啊，我很想赖着账的呀，但这个人吧，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留着准备跟我吃晚饭呢。哎，好歹我今天救了你2次，我这酒都带好了，你不得把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尝尝。这块上好的牛肉，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？还有，你看这梨蒿，一看就清清淡淡的。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，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鲜，这样就好吃了。还有这栗子炖鸡啊，这一看就行。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去去腥，是吗？当然，你如果喜欢做饭的话，下次我教你啊，我可是行家。那就不麻烦你了。大哥，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？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啊。哦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从家里逃混出来。我爹希望我上主，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。这比起庙堂，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。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百川也非要破3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。你看咱们俩。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，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。你们倒好，你保住了神医之名，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。那我呢？我这还差着3个案子呢。哎，我看啊，你这老奸巨猾，我这武艺高强，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，一起行侠仗义，这钱的事都好说。你看如何？钱？你有钱吗？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来？再说了。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江湖风波恶，楼里莲花清。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，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。你，你再考虑考虑嘛。我若进不了百川院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师傅呀？手给我放开啊！去，师傅，你一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，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你师傅是谁？哼，剑神李相夷。没事。剑神李相夷，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？这事没人知道。是啊，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。你不信是吧？哎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，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。在我10岁那年，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，就是四顾门的副门主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。单孤刀是你的舅舅？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，
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。在我10岁那年，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，就是四顾门的副门主，李相一的师兄单孤刀。单孤刀是你的舅舅。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江湖，所以她也不希望舅舅公开这层关系。舅舅偷偷想教我武功，但我那个时候身子骨实在太弱了，舅舅总骂我没用。教了你多少遍了，怎么记不住呢？一把剑都拿不住，练什么武功呢？再来。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，不适合你。接着，这把木剑比较适合你。若你能用这木剑练好100招基础剑式，来找我，我定收你为徒。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：“别再把自己的剑弄丢了。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，才能平天下所有不平之事。”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相一，如今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。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，我努力治病，再苦的药我也吃了，再难泡的冷泉我也泡了。如今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握紧手中这把剑了。可他却已经不在了。像我师父这样清风霁月的人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原来是你，没想到这臭小子长这么大了。这武艺还可以，不算呢给你舅舅丢人。只是有些事，你也不用记得太清楚。来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鱼肉不按，干！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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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睡在这里啊？我们找了你一晚上呢。这楼呢？人呢？本少爷掏心窝子话都说了，结果人可跑了。发作的日子又提早了。师兄上不到的尸体到底在哪？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。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。我来说。这乌泱泱一群人上山，
又打下来，到今日才平静，这不是神仙打架，咱们百姓遭殃吗？呸！神仙打架？什么神仙呀？那些个江湖人，什么门什么盟啊，整天争来抢去，除了祸害人，还会什么呀？各奔前程吧。门主生死未明，你们想要分家吗？我问你们，四顾门死伤大半，因为谁？对呀，如果不是门主争强好胜，一意孤行，我们又怎么会中了金渊盟的奸计？怎么会损失这么多弟兄？哎，当初我说要给二门主报仇的时候，你们可是有一个算一个，一起齐声高喊的，怎么这会儿全都怪在门主身上了？谁敢踏出这个门，我就杀了谁！大家别吵了。四顾门今日局面，虽是李相夷自负之举造成，但他定不愿看到你们在此相争。如今相夷已去，四顾门损失惨重，若终因意见不合，分崩离析，倒不如今日就将四顾门散了，大家各自安去。你要解散四顾门？两位门主没了，人心也散了，又何必勉强支撑呢？你不是也不喜欢这里吗？和尚，你又用这范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。嘿嘿，老衲何德何能？是李门主命不该绝。哎，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，必察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。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慢，护住心脉一丝生气，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！范术也只是续筋接脉之法，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必察之毒引出，无法真的解毒。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，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成内力。这数道金针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，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，故人相见也难识。
李相夷也不是李相夷，这可是命数。李门主伤在三京，还需尽快回四顾门着门下和江湖好友寻求救治之法，否则恐年寿难永。和尚，我还有多久可以活？勉强支撑10年。10年？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10年的命数，不亏。不过还请和尚违心帮我打个诳语，要是有人问起来，你不曾见过李相夷，世上再无李相夷，还有四顾门，我也不可能会回去了。走了。李门主，你年纪轻轻，却如此放任深云，岂不可惜呀？况且那必察之毒已存于你肺腑之中，必会时时折磨你。万一哪天强压不住，再次入脑，你恐将为幻觉所困，最终成为一个疯子。疯着死很好，无知无觉，也无甚可信。老衲不知李门主心中想要避什么，如此决绝要去。一念心清净，莲花处处开。和尚，你这个禅语好得很。了悟了。李门主，李相夷已葬身东海，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。